大家好啊，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期权。今天呢，我们聊一下对角价差策略。对角价差啊，同样有很多种分类。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只聊对角牛市价差。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策略呢？首先啊，也是因为之前一直有朋友在说如何降低持有长期合约的时间损耗问题。那对角价差呢，可以很完美的来解决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呢，很多朋友说账户资金比较少，想要做这个 covered call 需要手持100股正股，但是呢便宜点的股票还好，一旦股票价格很高，那手里的金额就不足以买入100股正股了。这个时候要如何做这个 covered call 呢？大家别着急，今天这个方法就可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那也有人把这种方法呢叫做穷人的 covered call。再有呢，就是之前咱们聊过垂直价差和时间价差，很多朋友用下来觉得局限性都蛮大的，很多场合可能都不太合适。比如说垂直价差要求两条腿的到期日是相同的，那么我们持有一个长期的这个 call， 想要做这个 short call 来赚取时间流逝的价值，那显然就是很不合适了。那再比如时间价差，如果是同样的中长期合约，那么要求行权价格一致，只是那个到期时间不同。虽然我们可以做短期的 short call 赚取时间流逝的价值，但是呢，因为这个行权价格一致，万一哪天真的涨到了行权价，那么我们的中长期的 call 就要被强制平仓了，来行权 short call 的这条腿了。那这样的话，我们不仅没能降低时间损耗，反而呢还要面临着被行权的风险。那关于时间价差和垂直价差不太理解的朋友，那么可以去看这2期影片去了解。所以啊，基于以上种种局限性，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种策略，对角价差策略。那这个策略呢可以完美的解决上面的这些问题。对角价差呀，就是说买入一个长期一点的合约，同时呢卖出一个相对短期一点的合约。那我们今天讲的呢是对角牛市价差。那这个方案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买入一条腿，买入一个价格相对低的长期的 call， 同时呢，第二条腿再卖出一个价格相对高一点的短期的 call。那这个和时间价差和垂直价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选择的这个时间可以不一样，我们选择的行权价也可以不一样。做这个方案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短期的 short call到期没有达到行权价被作废，那手里呢仅剩下长期的这个 long call， 然后呢我们不断的去赚取权利金。这就像是说手里长期持有一个 long call 的同时，不断的去收取租金，看起来是不是和 covered call 一模一样？然后再重复的去做这个动作，周而复始，直到长期期权到期行权，或者达到计划平仓的位置平仓。好，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上例子。继续拿 Google 这只股票给大家举例哈。现在的时间是2024年9月16号收盘，那 Google 的收盘价格是158块9毛9。那我们先来做第一条腿，买一个中长期的到期日的 long call， 我们买一个2025年的6月20号到期的，行权价格是155的合约。然后呢，我们再做另一条腿，我们做一个 short call，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2周后到期的9月27号到期的，行权价格是160块钱的 short call。 那这样一买一卖，我们就完成了牛市对角价差的组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组合的一个损益图啊。那只要股价在这个155块5毛9到169块1毛4之间，我们都是赚钱的，从这个损益图上可以看出啊。也就是说，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小幅上涨或者下跌，我们都是不亏钱的。但是呢，这并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做这个方案最理想的状态是，第二条腿 short call 到期作废，只剩下第一条腿 long call。然后呢，我们再用同样的方法循环往复，最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持有的那张 long call 的成本会越来越低，直到最后1-2个月，可能我们已经是零成本的持有了第一条腿了。所以呢，对于那些手里持有长期合约的朋友，或者说账户资金量比较小的朋友，又想做 covered call 的，不妨试试这个穷人的 covered call， 总比你持有一个 long call， 看着它时间成本一天天减少要好很多。
这里新手朋友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种方式做 short call 最后一段时间会是零成本持有呢？那以前影片我们有讲过啊，不理解的可以去找一下。那我简单说一下啊，影响时间损耗的是 theta 值。那期权距离行权日时间越短，这个 theta 值的损耗就会越大。所以呢，我们这样循环往复的去做这种 short call， 赚到的权利金会远远大于 long call 每天的损耗。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 short call 的行权价如何设定？怎样能避免一不小心就被 call 走了？那我们下期呢，专门的一期影片来给大家分享。那想要进入这个聊天群呢，可以在描述栏里面找到入群的一个链接。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做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见。